家好，我是以琳营养师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那今天呢，我想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大统华的零食选择。那在北美呢，其实大统华受到非常多华人的喜爱，是因为大统华它里面有非常多亚洲食材的一个选择。那我这次去大统华去选择了一些相对比较健康的零食选择，想来给大家做一些分享。我想要给大家分享第一款零食呢，就是这款每日坚果。那它里面有3个坚果，比如说它里面有腰果，它里面有杏仁，它里面还有夏威夷果组成。那它里面含有了几种干果，它里面含有了 dry cranberries， 就是蔓越莓、葡萄干，它里面并且含有一些 coconut chips。那我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是独立包装。那我发现在我的客户群体里面，不管是工作的还是学习的，有些时候当我们压力比较大，然后开始不停的想要去吃一些零食的时候，可能没有太在意这个量的一个把控。所以说我觉得独立包装，或者是大家如果想要去买一些混合的坚果，在吃之前先抓一把放在盘子里面，这样子会比较有利于我们对量的一个把控。那比如说像这个独立包装呢，我看到它是25克为基准，那25克的坚果它里面含有140卡路里，它里面含有约9克左右的脂肪，约10克的碳水和1克的纤维，它里面含有约4克左右的蛋白质。那我们知道坚果相对于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零食的选择，坚果它里面含有非常好的一个微量营养素的一个来源，坚果它里面含有好的不饱和脂肪酸，它里面含有非常好的一个蛋白质纤维的来源。那比如说23克的杏仁，它里面含有约6克的蛋白质，4克的纤维，77毫克的镁和7.3毫克的维生素 E。那特别想提到的呢，杏仁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维生素 E 的来源。那比如23个杏仁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满足我们每日所需约50%维生素 E 的一个需求量。哇哦！所以说总体而言，它相对于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零食选择。那我今天想推荐第2款的一个零食选择呢，就是它，就是芝麻海苔脆片。为什么会选择它呢？我看了一下它里面的营养成分，还算是一个相对还不错的一个零食选择。那它这里面主要成分，比如说像是白芝麻，它里面有海苔，它里面有南瓜子，那它里面的确也加了一些糖和加了一些油，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在吃的时候也要做一个量的一个把控。那比如说像这里面10片15克的一个重量的话，它里面含有约70卡路里，它里面含有约3克的脂肪，那它里面是9克的碳水化合物，其中3克的一个糖。那我会假设这3克的糖应该是它里面添加糖的一个来源。总而言之呢，它相比于其他非常多的一些油炸的一个零食，还是属于一个相对还不错的一个零食选择。那接下来我想提到的一款零食呢，就是南瓜子。那我发现有非常多的华人家庭，其实晚上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嗑瓜子的一个习惯。其实南瓜子它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食物选择。那比如说28克不带壳的南瓜子，它里面含有约160卡路里，它里面有8克的蛋白质，它里面有14克的脂肪，1.7克的纤维。那不仅如此，南瓜子在微量营养素上面，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征，就是它里面含有非常好的镁的来源。那比如说28克不带壳的南瓜子，它里面含有约168毫克的镁，这大约是我们每日所需40%镁的一个来源。那很多人都有听过营养素镁，其实镁在我们饮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，它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必不可缺少的营养素之一。那镁对我们身体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，比如说像是血糖的管理，还有包括对我们骨质的一个健康、血压的管理、神经系统里面维持我们身体的肌肉和神经健康等等的作用。那也有一些研究表明，如果长期镁的营养素缺乏，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血压高的风险。
那在饮食里面有足够镁的营养素摄入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接下来我想要聊到的一款零食呢，就是栗子。栗子我们都知道英文叫 chestnut， 那它最后3个字结尾是 nuts N-U-T， 那它跟坚果的 nuts 是有着非常多营养素上面的一个区别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低油脂的食物，但它却是一个非常高碳水的一个食物。比如说像是50克的栗子，它里面含有100卡路里，它里面的脂肪含量只有 0.5 克，它里面约22克的碳水化合物，其中4克为纤维。那50克的栗子，它里面含有约2克左右的蛋白质。碳水化合物其实对我们身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，那我们在量上面要有一个把控，并且去选择一些好的碳水化合物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你知道吗？栗子它其实属于一个低升糖指数的食物，它里面升糖指数的指标是54。那我们在饮食里面也尽量要选择低升糖指数的食物，可以帮助我们血糖的稳定。那接下来我要聊到的一款零食呢，就是夏威夷果。我非常喜欢这款夏威夷果的其中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它的 ingredients 里面只有夏威夷果，它里面成分里面没有其他的盐，没有加其他的糖或者是油等等，所以说我是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原因之一。那在选择夏威夷果的时候，我想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，就是在量上面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把控，因为夏威夷果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高脂肪的一个来源。当然它里面的脂肪是一个好的脂肪酸的一个来源，比如说像是50克的夏威夷果，它里面是380卡路里，它里面有37克的脂肪，其实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脂肪含量的一个食物。那它里面是8克的饱和脂肪酸，它里面是7克的碳水化合物和3克的一个纤维。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这些食物的时候呢，也尽量建议大家要有一个量的一个把控。那至于摄入量，大家也可以去咨询专业的人员。那最后我想要提到的呢，就是海苔。那海苔呢，它其实相对于来说，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零食的一个选择。为什么呢？它其实是一个相对于来说还是比较低卡路里的一个选择。那比如说像是这样子5克的海苔，它里面大概是在30卡路里，如果就是一小包的话，它相对于我们的热量摄入还是比较 OK 的。那有些人会担心海苔会增加自己碘的一个摄入，那大家也可以去咨询专业人士，去知道更多适合自己的一个营养讯息。好了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了非常多大同花的一个零食选择，你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你喜欢大同花的哪一款零食呢？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